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离婚后，我嫁给了顶流故事解说》。故事开篇，有人向宋玲兰道出了一句颠覆认知的话语，直言她的命里有2个丈夫，而此刻陪在她身边的这个人，并不是她命中注定的正缘。宋玲兰听到这番话后，立刻转头安抚身旁的丈夫，急切地表明自己的心意，告诉丈夫自己只爱他一个人，让丈夫不要轻信旁人的话。面对宋玲兰的深情告白，对方的态度却十分淡漠，只是淡然表示宋玲兰爱谁是她自己的自由，自己并不会多加干涉。宋玲兰在心中默默感慨，她和丈夫结婚3年，对方始终对她的一切都漠不关心。可即便如此，在她的心底，能够这样一直陪伴着对方慢慢老去，就是自己此生最大的幸福。画面一转，出现了一场简单的鞠躬仪式，有人轻声喊着老公和东东，接连完成了1鞠躬、2鞠躬、3鞠躬的流程，氛围肃穆又带着几分悲凉。旁人纷纷议论起陈家的继承人陈宙，众人都知晓陈宙原本拥有大好前程，前途一片光明，却不料在一次出国出差的途中遭遇了空难。所有人都笃定是身为陈宙妻子的宋玲兰命格不好，克死了年轻有为的丈夫。围观的众人纷纷为陈宙的离世感到惋惜，感慨他年纪轻轻就意外离世。与此同时，不少人知晓了隐藏的真相，原来陈宙并没有真正离世，他是为了守护女主，特意选择了假死。众人都忍不住感叹陈宙对女主的深情，大家都厌烦了一直纠缠陈宙的女二宋玲兰，满心期待男女主的甜蜜恋爱剧情。笃定男主归来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和宋玲兰离婚，彻底摆脱这段牵绊。果然，归来后的陈宙态度决绝，直接对宋玲兰表明自己已经找到了真正的挚爱，让宋玲兰往后不要再来打扰自己。宋玲兰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，情绪崩溃地拉住准备离开的陈宙，卑微地苦苦哀求，不停挽留对方，希望陈宙不要离开自己。就在这时，一旁有人出声制止了纠缠的场面，打断了宋玲兰的挽留。剧情视角再次切换，有人温柔地向名为阿周的人撒娇询问，开口问对方今天有没有想自己。阿周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回应自己每一天都在想念对方。听到回答的女生并不满足，继续撒娇要求对方以后每一天都要亲口告诉自己非常想自己，非常爱自己。阿周温柔应允，承诺每天都会对他说100遍思念与爱意。熟悉剧情的观众早已看透了故事的结局，有人剧透称，这本小说的最终结局里，作为女配的宋玲兰下场凄惨，最终狼狈地跪在门外，而男主始终对她视而不见，一心一意和女主相守相伴，日子过得十分甜蜜。同时，再次有人点明了宋玲兰的命运，告知她的生命里会出现2个丈夫，眼前的人并非她的正缘，这也是她身为小说配角注定的结局。有人对着深陷命运桎梏的宋玲兰轻声劝慰，让她挣脱既定的剧情束缚，去开启属于自己的全新人生。这番话让宋玲兰彻底醒悟，她终于知晓了自己的身份，原来她只是这本小说里的女配，存在的意义仅仅是男女主圆满爱情里的一环。认清真相的宋玲兰满心不甘，她忍不住质问命运，从来没有人在意过她的死活，凭什么她的人生要为男女主的爱情让步？短暂的迷茫与悲愤过后，宋玲兰迅速调整心态，她不再甘愿沦为剧情里的工具人，在心中暗暗下定决心，她要打破既定的剧本，亲手创造属于自己的全新剧情，做自己人生里独一无二的主角。就在宋玲兰重塑心境的这一刻，众人意外发现了一位重磅人物的出现，来人正是顶流明星程港。所有人都倍感惊喜，不敢相信能在这个剧情里看到程港，而宋玲兰的内心更是掀起了巨大的波澜。她一度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，刚刚才得知自己是小说女配，转眼就被自己的偶像程港紧紧抱在了怀里，这样的经历让她无比错愕。混乱的氛围中，程港温柔地安抚着情绪低落的宋玲兰，开口告诉她，既然哥哥已经离世，她不必过度悲伤，往后自己会一直陪着她。宋玲兰这才反应过来，眼前的程港正是丈夫陈宙那个一直很少被人提及，性格格外讨喜的弟弟。她带着疑惑向程港确认身份，同时小心翼翼地询问对方是不是也和逝去的陈宙一样，心里讨厌自己。程港立刻否定了宋玲兰的猜测，直言自己一点都不讨厌她。他真诚地告诉宋玲兰，哥哥陈宙离世的早，留下他一个人太过孤单，自己会好好弥补他，照顾他。宋玲兰连忙拒绝了这份好意，她表示陈宙的离世太过惨烈，程港并没有亏欠自己任何东西，无需为此补偿。话音刚落，程港便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，他郑重地向宋玲兰求婚，表明自己会代替哥哥，一辈子好好照顾他，守护他。突如其来的求婚让宋玲兰猝不及防，她内心忍不住感慨，
前夫早早离世，自己居然意外收获了顶流偶像的求婚，这样的机遇实属难得。与此同时，旁人纷纷感慨宋玲兰对陈宙的深情。有人告知归来的陈宙，他的妻子在他传出空难离世的消息后，悲痛到几乎晕厥，全程沉浸在巨大的哀伤里。幸好有弟弟陈岗一直贴身照顾、搀扶安抚，众人都劝说归来的陈宙不要轻易辜负宋玲兰的深情，尽快现身回来，免得宋玲兰因为过度悲伤想不开。另一边，女主满心欢喜地迎接归来的陈宙，她坦言自己得知陈宙遭遇空难的消息时，内心恐惧到极致，几乎被绝望吞没。但在听说陈宙为了自己特意回国后，心里又充满了欢喜。陈宙温柔安抚女主，承诺这次回来之后再也不会离开，往后每一天都会陪伴在她身边。女主欣然应允，陈宙随即带着女主准备离开，打算带她去享用美食。两人双向奔赴的甜蜜模样，让旁人纷纷心生羡慕。剧情再次回到陈岗与宋玲兰的身上，陈岗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意，直白地向宋玲兰展示自己的优势，坦言自己比哥哥陈宙年轻，身材更好，样貌也更加出众，希望宋玲兰能够选择自己。他十分贴心，告诉宋玲兰，如果觉得这段关系太过仓促，可以慢慢考虑，不用急于给出答案。这一次的宋玲兰没有犹豫，直接回应了陈岗的心意，表示自己愿意尝试和他相处。紧接着，他又坦诚地向陈岗说明自己的顾虑。他刚刚从上一段失败的婚姻里走出来，不想再次踏入感情的深坑，重蹈覆辙。陈岗听闻，温柔地反问宋玲兰，怎么能确定自己对他毫无心意？或许自己已经默默暗恋他许久。宋玲兰对此满心疑惑，她明确表示自己和陈岗此前从未见过面，根本不存在暗恋的可能。陈岗见状，眼底带着一丝温柔的无奈，轻声感慨宋玲兰果然不记得过往的交集。为了让宋玲兰安心接受自己，陈岗直白地为两人的婚姻权衡利弊。他告诉宋玲兰，养一个优质的小白脸需要花费不少钱财，但和自己结婚不仅无需他付出，他还能直接分走自己一半的财产，绝对是稳赚不赔的选择。宋玲兰听完这番务实的话，瞬间觉得十分合理，心里的顾虑也消散了大半。陈岗见状，继续真诚地许下承诺，他不敢保证自己是完美无缺的人，但绝对能保证在两人的婚姻关系里，宋玲兰只会有所收获，不会承受任何损失。说完这番话，陈岗直接提议前往民政局办理结婚手续，开启两人的婚姻生活。领证的路上，陈岗温柔地诉说着自己的心事，哪怕宋玲兰已经遗忘了过往的交集，他却始终记得和他有关的一切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突然传来制止的声音，打断了两人的脚步。宋玲兰连忙开口解释，自己之所以搬到这里居住，只是因为此前和陈宙签订过婚前协议，协议规定陈宙去世后，自己无权继续居住在原本的房子里，并非是对陈岗别有企图。陈岗完全理解宋玲兰的处境，也明白她的顾虑，笑着调侃道，自己清楚老婆并不是贪图自己的样貌和身份才选择和自己在一起。紧接着，他主动提出要立刻官宣两人的婚讯，还细致地询问宋玲兰想要举办什么样的婚礼。宋玲兰却心生顾虑，担忧陈岗是顶级流量明星，突然官宣闪婚，会引发粉丝的不满，遭到粉丝的谩骂与抵制。陈岗对此看得十分通透，他表示粉丝拥有选择脱粉的权利，而刻意隐瞒婚姻，选择隐婚，才是对粉丝最大的不尊重。宋玲兰依旧心存担忧，觉得两人相识时间太短，闪婚之后很容易闪离，建议先低调相处，等婚姻关系稳定之后再公开。陈岗十分迁就宋玲兰，但也有着自己的底线，他同意暂时不公开，但最多只愿意推迟1个月。他希望1个月之后能够光明正大地官宣两人的关系，堂堂正正地喊她一声老婆。随后，陈岗拿出了婚前协议递给宋玲兰，让她过目。宋玲兰看完协议内容后，十分理解陈岗的做法，直言他作为顶流明星，保护好自己的个人财产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可当宋玲兰看清协议里的特殊条款后，瞬间满脸错愕。协议中明确标注着，如若两人日后离婚，陈岗将选择净身出户，名下所有财产全部归宋玲兰所有。宋玲兰连忙向陈岗确认，怀疑他是写错了条款内容。陈岗却十分坚定地表示没有写错，他坦荡地告诉宋玲兰，自己对她的爱意从来都经得起所有人的审视，完全可以大方展露。宋玲兰忍不住哭笑不得，感慨顶流明星的内卷居然延伸到了婚姻里，还是与众不同的内卷方式。陈岗温柔地安抚宋玲兰，坦言自己想要给予她的东西远不止财产这么简单。虽然目前还无法为她举办一场盛大隆重的婚礼，但别人拥有的一切，自己的妻子也一样都不会缺少。随后，他再次郑重地向宋玲兰求婚，
询问他是否愿意嫁给自己。宋玲兰也认真的回应，询问陈岗是否愿意娶自己。就在氛围格外温馨的时刻，陈昼的声音突然响起，他冷漠地向宋玲兰表明，他想要的名分和婚姻自己可以给他，但他不要妄想从自己身上得到更多东西。同时，他明确告知宋玲兰，婚后自己并不会和他分房居住。这番突兀的话语让温馨的氛围瞬间被打破。宋玲兰看着突然出现的陈昼，满心无奈，直言这一切都可以解释清楚。随着剧情层层推进，宋玲兰才慢慢知晓，原来陈岗已经默默喜欢了自己很长一段时间。她看着陈岗珍藏的和自己有关的过往物件，忍不住提出请求，想要把这些东西搬到书房存放，还略带调侃地表示这些物件简直是公开处刑，自己实在有些难为情。陈岗温柔应允，还坦言自己想要慢慢了解，在没有遇见自己之前，他的过往与点滴。为了不影响自己的事业行程，也为了悄悄陪伴在宋玲兰身边，陈岗只能暂时隐忍，低调维系两人的关系。每次外出赶通告，他都会贴心叮嘱宋玲兰记得按时吃早饭。宋玲兰心中感慨万千，从前的自己总是默默为他人付出，每日早起做早餐，如今却能被顶流偶像细心照顾，人生的境遇起落之大，让他倍感意外。而陈岗也早已习惯了他的付出，始终记得他擅长做早餐的温柔模样。闲暇之余，宋玲兰会挑选配饰询问陈岗的意见，询问对方某一件配饰是否好看。陈岗从不会敷衍，只要是他喜欢的东西，他都由衷认可。为了哄宋玲兰开心，陈岗还特意让人拿来2个一模一样的包包，用心讨她欢心。之后，陈岗还贴心为宋玲兰准备了咖啡，温柔地呼唤着她的昵称，和她拉近彼此的距离。面对陈岗的温柔示好，宋玲兰委婉拒绝了咖啡。旁人见状忍不住调侃宋玲兰，从前有丈夫的时候，她甘愿放弃事业，疏远朋友，一心围着家庭打转。如今前夫彻底洗白回归，她又开始心生念想。宋玲兰坦然承认自己从前的愚蠢，笑着任由旁人调侃，也不反驳。经历过感情的挫败，宋玲兰幡然醒悟，想要重新回归职场，打拼属于自己的事业。她主动向身边人争取机会，希望能够重回工作岗位。身边人却调侃她是无可救药的恋爱脑，直言她已经彻底没救了。宋玲兰不愿继续玩笑，认真表明自己的想法，同时透露自己接下来的目标，想要说服顶流明星陈岗接受自家品牌的代言。这份工作难度极大，她必须全力以赴。为了争取到回归职场的机会，宋玲兰和同事立下约定，只要自己能够成功拿下陈岗的代言合作，同事不仅要让她回归岗位，还愿意将店铺全权交给她打理，甚至打趣要认她做妈妈。宋玲兰爽快答应，和对方达成约定。同事依旧心存顾虑，不断向宋玲兰吐槽陈岗的高冷难接触，坦言港岛首富的女儿主动邀约吃饭都被他直接拒绝，经纪公司安排的 CP 合作也被他一一回绝。业内都戏称他是娱乐圈的佛系顶流，根本无人能撬动。面对同事的担忧，宋玲兰却十分从容，直言既然无法主动接触陈岗，那就让陈岗主动现身。说完，他直接拨通了陈岗的电话。接到电话的陈岗语气温柔，打趣宋玲兰才分开半天就已经开始想念自己，随即主动走出工作场地，来到走廊和宋玲兰见面。同事亲眼看到高冷顶流主动现身配合宋玲兰，瞬间满脸震惊，不敢相信眼前的画面。陈岗坦然面对众人的目光，直言此刻就是属于两人的真实相处日常。突如其来的亲密互动让宋玲兰一度恍惚，分不清现实与梦境。陈岗则直接主动靠近，用亲密的举动打破了所有尴尬。陈岗的家人见到宋玲兰后，也十分认可她的存在，主动将陈岗托付给她照料。短暂的温情过后，众人立刻回归工作状态，连忙提醒两人专注工作，不要肆意互动。宋玲兰抓住机会，诚恳地向陈岗提出代言合作的邀请，坦言自家时装品牌的代言费并不优厚，希望他能够慎重考虑。让所有人意外的是，陈岗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爽快答应，不仅愿意免费代言，还承诺无条件参与品牌所有的线下活动。品牌方工作人员连忙解释，这并非慈善活动，希望陈岗再三考虑。陈岗却温柔看向宋玲兰，认真表示宋玲兰重新回归职场十分不易，自己愿意无条件支持她的所有事业。随后，宋玲兰主动向陈岗的家人自我介绍，告知对方自己名叫沈开心。旁人见状，忍不住好奇追问两人的真实关系，还有人调侃这是富婆和小奶狗的组合。宋玲兰立刻严肃纠正，表明两人是正经的男女朋友关系，并且已经登记结婚。众人纷纷感慨，宋玲兰从普通追星女孩
直接逆袭成为顶流明星的妻子，境遇堪称蜕变。宋玲兰的好友私下和她谈心，坦言当初得知她执意嫁给陈宙的时候，自己心里无比担忧，一直害怕她会受委屈。为此，好友每个月都会悄悄为她攒一笔积蓄，就是担心霸道总裁陈宙待她不好，让她随时都能有底气抽身离开这段婚姻。宋玲兰听闻好友的用心，内心满是温暖与感动。好友还告诉宋玲兰，自己已经决定辞去星探的工作，想要长久陪伴在她身边。宋玲兰却连忙劝阻，让好友继续坚守自己的事业，还顺势调侃，让好友利用职务之便，多给自己介绍一些娱乐圈的帅气艺人。好友笑着应允，满口答应下来，由衷为宋玲兰遇到良人感到开心。工作结束之后，宋玲兰收到好友的消息，两人相约在8楼碰面。得知碰面地点是豪华5星级酒店，里面还配备开放式浴缸。好友忍不住调侃宋玲兰又在制造惊喜。就在两人准备前往酒店的时候，有人刻意躲藏起来，不愿被宋玲兰发现。躲藏之人满心愤懑，暗自吐槽自己离世尚且未满头七。宋玲兰就身着精致穿搭出门逛街，打扮得光鲜亮丽，全然没有半点悲伤的模样，怀疑她是刻意取悦他人。随后，宋玲兰依偎在阿周身边，带着疲惫向对方撒娇，坦言逛街过后十分劳累，希望阿周能送自己返回巴洛酒店的房间，再多陪伴自己一会。阿周欣然答应了宋玲兰的请求。旁人见状满心疑惑，忍不住跟上前去，想要看看宋玲兰究竟要在酒店和谁见面，同时也不解男主的状态变化，疑惑男主为何一改往日人设，主动回头试探女配宋玲兰的心意，纷纷猜测小说的剧情线是否已经悄然发生改变。还有人感慨，男主似乎已经慢慢开始在意身为女配的宋玲兰，不再只专注于女主一人。抵达酒店楼层后，宋玲兰轻声提醒阿周自己的房间位置，阿周却突然致歉，表示自己临时有事，需要稍后再赴约。宋玲兰满心失落，忍不住询问阿周是否根本不想陪自己回房间，若是如此，可以直接坦言，不必刻意敷衍。阿周再次道歉，安抚好宋玲兰的情绪后，带着她转身离开。围观剧情的观众满心不满，纷纷吐槽男主陈宙的所作所为，指责他此前故意假死，悄悄和白月光女主厮混，还刻意装作刚刚回国的模样，让宋玲兰去机场接机，肆意消耗，试探宋玲兰的真心。众人纷纷质疑剧情走向，不解男主为何放弃和女主的甜蜜双向奔赴，回头纠缠女配，纷纷为女主的遭遇感到不平。剧情再次切换，程港温柔询问宋玲兰是否愿意陪自己去一个特殊的地方。宋玲兰满心好奇，询问对方要去往何处。程港略带调侃的描述，那是一个只有两人独处，满墙都是镜子的私密空间。这番描述让宋玲兰心生遐想，脑海中不由自主浮现出各类暧昧画面，瞬间倍感羞涩，直言自己是正经人，不愿去往这样的地方。程港看着他羞涩的模样，只觉得格外可爱，温柔表示越是正经的人，越适合体验新鲜事物。抵达目的地后，宋玲兰才发现，程港所说的特殊地方，其实是一间宽敞的舞蹈室。她忍不住哭笑不得，询问程港是否对此感到失望。程港温柔安抚，笑着承诺下次一定会给她不一样的惊喜。随后，程港主动提出要为宋玲兰跳舞，在偌大的舞蹈室里，只为她一人展现舞姿。隔着空旷的舞蹈室，宋玲兰近距离看着程港跳舞的模样，瞬间被他的帅气惊艳，内心满是悸动。旁人见状调侃，这是典型的孔雀开屏式求爱，陷入热恋的人总会忍不住在爱人面前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。舞蹈结束后，程港满心期待地询问宋玲兰，自己和哥哥陈宙相比谁更加帅气，还委屈地询问对方是不是自己做的还不够好，没能彻底占据他的目光，希望他往后眼里只能有自己一人。就在程港满心期许的时候，众人发现宋玲兰还是转身去迎接了归来的陈宙。陈宙看到宋玲兰后，第一时间温柔上前，贴心询问她清晨出门是否寒冷，随后卑微挽留，恳求宋玲兰不要离开自己，还轻声询问她是不是做了不好的噩梦。转瞬之间，陈宙的态度骤然转变，语气带着几分任性，直言自己早已饥饿，让宋玲兰立刻为自己做早饭。面对陈宙忽冷忽热的态度，宋玲兰没有丝毫怨言，温柔应允，承诺会一辈子为他做饭，照顾他的起居。看着堂堂顶流明星，出身豪门的程港，心甘情愿为自己洗手做羹汤，做事利落又认真。宋玲兰内心满是疑惑，忍不住开口询问缘由。程港随即讲述起自己的过往经历，他坦言自己并非从小养尊处优，年幼时跟着母亲四处打工谋生，早年家境贫寒，一无所有，甚至吃过别人的剩饭。
母亲在外做工的时候，他就独自在一旁写作业，默默等待母亲忙完。程岗回忆，儿时母亲常常劳累过度，腹中饥饿却无暇顾及自己，只能靠一颗糖果充饥，默默坚持熬过艰难的日子。常年的辛劳透支了母亲的身体，母亲年纪轻轻就积劳成疾，撒手人寰。父亲当初笃定母亲吃不了苦，认定她迟早会低头回家求原谅。可母亲性子坚韧，直到离世，都从未向父亲低头求助过。程岗凭借着自己和母亲的坚持，硬生生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，苦尽甘来，拥有了如今的一切。宋玲兰听完程岗的过往，满心心疼，有种感慨，他终于苦尽甘来，往后皆是顺遂好日子。随后，宋玲兰心生疲惫，坦言自己没有精力继续创作，想要听舒缓的乐曲放松心情，请求程岗为自己弹奏一曲。程岗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。宋玲兰见程岗拿出一把老旧生锈的小提琴，忍不住开口劝说，以他如今的身价，完全可以更换一把崭新的乐器，不必使用这般陈旧的旧琴。程岗却格外珍视这把琴，坦言这把小提琴对自己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意义。宋玲兰满心疑惑，追问缘由。程岗缓缓道出过往，曾经有人对他说过，他唱歌的音色格外动听，只是声音可以再洪亮一些。听到这番话的宋玲兰瞬间觉得这句话格外熟悉，仿佛在自己的记忆中出现过。就在这时，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程岗十分绅士地表示，如果他需要接电话，自己可以暂时回避。宋玲兰直接拒绝，坦言自己和来电之人早已毫无瓜葛，无需刻意回避。接通电话后，电话那头的人语气急躁，不停质问宋玲兰为何迟迟不接电话，还抱怨自己已经等候他足足5分钟。宋玲兰冷静回应，让对方向左看，向下看，看清自己的双手，直言对方拥有独立行动的能力，不该事事依赖他人，连打车都需要别人手把手教导。说完这番话，宋玲兰直接挂断了对方的电话，态度干脆利落。电话那头的人又气又急，连忙呼喊旁人前来帮忙。挂断电话后，程岗不再被外界打扰，专心陪伴在宋玲兰身边，一边弹奏乐曲，一边轻声歌唱。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，歌词诉说着温柔绵长的爱意，将两人之间的温情氛围烘托到极致，也为这段跌宕起伏的感情故事增添了一抹温暖治愈的底色。